Hello， 各位大家好。想不到忍者必须死在2周年以后，还没到2.5周年就跨入3代忍者的世界，竟然还是雷系真神紫源先被推出来。这波紫源的推出补全了目前雷系 T0真空期，可以很好的跟星闪搭配成纯雷队伍。至于紫源的机制系数和强度，主播会在这部影片以10个问题一步步解析紫源的优劣。因为片长的关系，会分成上下集。上集让观众对紫源有个通盘了解，下集主播放入更多实测内容。总之，就让我们看一下国际服第一支3代忍者的强大之处吧。首先是养成成本，要点满紫源的专属天赋，一共需要雷纹石1800颗，觉醒石48颗，而点到120等需要忍币566万，开到6命需要命格碎片550片，总共需要抽出15只紫源。各位玩家可以先看一下自己囤的资源够不够了。紫源的大招名称是天雷潜降魂，一共可以分为4段释放，每一段都需要点击1次大招按钮才能使用，看起来超级帅哦。我们直接看实战画面。点击大招按钮之后，紫源会在身后召唤出一尊铠甲，左边的勾玉数就是还能使用的次数。第一段大招是飞电一闪，会攻击正前方的敌人，系数约为9。第二段大招天雷破，首先召唤落雷，然后往两侧扩散雷柱出去，系数大概10。第三段大招斩鬼式，身后的铠甲会先冲出去砍一波，然后回来跟紫源一起砍一刀，系数大概13.5。最后终结技人铠合一，整个阶段全程无敌且强行控制 BOSS， 系数差不多12.4。整个大招的系数因为1跟2段的模式在打不同 BOSS 会有所波动，灵命的下限45，上限大概47。主播测了一堆 BOSS 之后，发现平均约为46.2，这个系数算是整个游戏的第一阶级，并且命中难度不算太高，只有1是会需要对准 BOSS 的位置释放，2、3、4是基本上可以无脑开。并且紫源也有飞斩的优点，大招可以扣着躲避虚弱跟诅咒盾。从点下去到被强迫释放终结技，我们可以有30秒的时间自由选择什么时候要释放大招，直到大招的进度条剩下1/4，紫源会自动释放终结技人铠合一。30秒打3段大招时间绰绰有余哦，可以轻松躲避限制跟背板。如果想要打一套爆发也很简单，只要一直点大招按钮就可以连放，看起来就像一套丝滑的大招，从点下去大招按钮到输出全部结束，时间大概14.5秒，比起洛青短了2秒，也不用像飞斩一样反复收放大招瞄准。紫源的第一个天赋是大招对野兽攻击力加600，这个天赋跟飞斩一模一样。接下来野兽版本基本上确定了，但作为3代忍者肯定要有点特殊的地方。紫源在战斗开始时会是雷狱状态，这个时候每过30秒或者释放主武器，都会提供他一道雷诀。0到3命的上限是4道，雷狱状态下受到相当于血量30%的伤害会掉一道雷诀，5秒内最多掉1道。模式跟欣赏5命之后很像，就是机制改成受到30%血量的伤害。那问题来了，雷诀有什么用？主播直接帮各位整理好了。0命的满状态下，紫源会获得16%的伤害减免，每4标恢复8%生命值，获得小短飞能力与加280点攻击力。简单来说，这就是紫源的防御模式，可以一边战斗一边回血，还能减伤。再来是战斗状态血域，转变成血域状态时，雷诀会变成血咒。这个状态下，血咒的产生模式跟雷诀一模一样，不过紫源受到的伤害会额外多10%，并且受到20%生命值伤害会掉一道血咒，也就是说血域更容易掉状态，也更容易死。那血域强在哪？主播也帮各位整理了。首先，原本雷域的减伤跟回血通通都没有，但每4标会额外造成0.62的系数伤害，并且赤电破敌有一定消除弹幕的能力。再来，只要有3道血咒，紫源就会获得4段跳的能力，可以跨越更多地形跟障碍物，最后满状态有480点攻击加成。简单来说，这就是紫源的攻击形态。我们可以透过天赋逆命获得在2种状态切换的能力，冷却时间5秒，并且前面3次由血域切回雷域时，会马上恢复20%生命值。整体来看，紫源的机制除了大招分段以外，还能透过在雷域跟血域的切换，获得更多不同的加成来适应环境。简单来说，这就是一只进可攻，血域状态下可持续输出，退可守，切回雷域能短期恢复状态，攻守兼备的机制怪物。听
听完前面的介绍，你们有没有感觉紫源在零命就已经自成体系？那命格的部分究竟长怎样呢？一命跟二命基本上所有忍者都一样，预算有限，建议抽到二命开专属宝物格。三命对于野兽攻击加320，这个天赋就普普通通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飞斩也有。接着4命、5命、6命，每一个命格都是一个台阶的提升，提升的幅度非常大。我们先来看4命。4命有3个提升，除了开场获得1道雷诀以外，雷诀跟血咒的上限变成5。对紫源来说，雷诀跟血咒每多1道都差一大堆加成。另外，每次释放雷属性武器跟大招都会触发1次回血或者额外伤害，取决于是雷域或者血域的状态。简单来说，4命提升了1节体质，氪金玩家至少4命才算完全体。再来是5命，紫源的雷诀跟血咒效果进一步的强化，只要3标就能触发1次护体或者破敌，并且回血跟伤害的效果都增加50%。只看数字，各位可能没有什么感觉。我们直接看一下实战画面。我们先把状态从雷域切成血域，释放雷属性主武器就会先电一波，每拾取3标又会再电一波。这个闪电有消除弹幕的能力，可以补充不少能量。再来，我们把血量压低，血域切回雷域前3次会直接回20%血量，并且雷域状态每3标会回1波血量。4命之后，每一发雷系主武器跟大招也会基于雷诀数量恢复血量，所以有时候上1秒看起来快死了，紫源从血域一切回雷域，开一下主武器跟大招，血量就回到50%以上，再切回血域，快乐输出，基本上想死掉都难。再来是6命契约已成，有一种氪金大成的感觉，基本上也没错。6命就是目前全游戏最强的怪物，人铠合一伤害加60%，系数范围约为50.5到51.5，终于稳定突破50大关。再来雷域状态下，每次触发紫电护体都会给个1秒雷盾，血域状态下触发赤电破敌都会产生爆炸，使赤电破敌的伤害提升到1.65，已经接近星闪6命落雷的伤害，但频率高了不止1倍，还能借着卡牌如金钱镖疯狂触发，非常恶心。这边展示一下紫源的一个基本操作。假设我们今天在血域状态被打到残血，我们可以先切回雷域触发回血，开武器跟大招触发2次护体，再加上减标又触发1次直接满血，等匿名好了再切回血域继续打大招。基本上透过这样来回切状态，我们就能很好的维持紫源的被动，也就是后面会提到的援护技效果。紫源的援护技叫做天雷破局，点满天赋以外要抽到1命才能点到最后。最高阶级的效果是攻击加120，且当血量高于50%的时候，雷系伤害加240。也就是说，紫源除了要尽量无伤之外，我们还要维持他的血量在50%以上，才能获得最高的攻击加成。这个可以透过雷域跟血域的来回切换轻松达到。另外，星闪也能跟紫源凑一个雷系队伍，毕竟星闪也常需要无伤，很容易吃到紫源的援护技效果。再来是紫源的宝物，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连星棋谱，也是最需要快速搞到3勾套的宝物。棋谱除了可以加攻击力之外，还能开场给予紫源雷诀，这种状态类宝物都是第一优先级，要主练紫源的优先做这个宝物。再来是雷切御手，提供的是雷属性攻击力加成跟生命回复，因为紫源的特性建议主副武器都装雷系，而且生命回复可以帮助援护技的维持。御手是主播第2级别的推荐宝物。再来是紫雷令，提供的是忍术攻击与生命，很可惜的就是忍术攻击数值偏低，而且只能给紫源装备时触发，代表连当通用宝物都不行。428的忍术攻击只能说堪称及格，是3个宝物中最不推荐的。而紫源的套装效果会根据雷诀与血咒的数量，给予不同的攻击力加成。雷域的状态会额外给2点生命回复，不过给的攻击力就比较少。所以在紫源的配装上，主播推荐带棋谱跟御手，其他3格在3v3打长线可以装魂印，比如说赤金魂印跟墨水魂印。剩下一个宝物格可以装3勾忍中，如果是一般悬赏打首发，也可以把赤金魂印拔掉，换成鬼戒或勇气戒指。如果不知道通用宝物要练啥的，可以参考主播之前的全宝物攻略。上节部分就到这边，相信各位看到这边应该对于紫源的强度有个基本认知了，对吧？下集主播会比较全部 T0 主 C 跟紫源的各种数值，然后会总结一下紫源的特性跟推荐抽取。那就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对这波新角色的看法。那我们就下集再见，拜拜。